最新一代的宝马5系啊，从去年上市至今，说实话，感觉销量很一般，路上呢几乎没见过几辆，在北京可能一共见过都不超过10辆，这确实与过去几代宝马5系，反正一经上市啊就非常火爆的销售局面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雪上加霜的就是，这还是在终端上市即优惠很大幅度情况之下才取得这点销量。那么为什么这一代5系它一下感觉在市场当中，对吧，就从过去火热变成不能说凉透了吧，反正也是挺凉的这么个局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可能确实啊，在当今咱们中国的汽车普遍的崛起啊，带来了更高的性价比，所以传统豪华品牌他们的溢价呢是在逐渐下降的。但其实他们的价格体系又没有本质的变化，以去跟上时代，所以自然而然可能用户们对于现在像5系这辆车就不太感冒了。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这次呢把这辆车找来，我也想探寻一下，就是这辆车它到底在产品层面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说它的产品真的崩盘了，还是说产品其实还比较在线？好吧，那所以咱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全面测试一下这个新的5系，也是一个目前市场应该是需求最主流的525Li 的版本，咱们看它各方面表现到底怎么样。先从动力说起吧，加速、刹车、圈速3项啊。加速，这辆车使用弹射模式，7.8秒，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就可以破100。其实这个动力性，我觉得对于买这种行政级轿车的人来说啊，其实是完完全全够用了，绰绰有余，对吧？大家可以想，路上一般开5系的人都比较舒缓的开，没什么问题啊。再往下刹车啊，刹车其实就比较一般了。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只有39.1米，为什么比较差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与这辆车它所搭载这个韩泰的轮胎有很大关系。确实，你就感觉是抓不住路面啊，所以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可能如果你要是今后比如说换其他规格轮胎，或者我不知道其他配置型号是不是有可能抓地能力更好的轮胎啊，有可能会有一定提升。但是这一点可能只是算是一种猜想啊。接下来呢就是赛道。赛道上的话，也是受制于这个轮胎的拖累，圈速真的不能说惨不忍睹吧，反正1分08秒多，对于一个7秒多副白车，真的就挺差劲的啊。但是呢，就是虽然说它的极限并不高，受制轮胎拖累，但总体来讲，就是在极限这个范围之内，这辆车的话，它的操控感，主观操控感还是给我挺大惊喜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啊，就是新的这一代的5系，它的这种取向是相当平衡的。而且还特别可控，想推头就推头，想甩尾就甩尾，想中性就中性啊！这一点其实是比上一代5系要好很多的。上一代我也测试过530、540等等之类的之前的型号，说实话，真的操控一塌糊涂。但新的这一代，反而我觉得这点做的是挺好的，就是又重新让人觉得好像宝马的那种操控感啊，就那种比较听话的，对吧？指哪打哪那种劲儿回来了。接下来再聊聊日常驾驶感受吧。7.8秒的最大动力呢，日常加速肯定是够用的啊，特别是中后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加速过程呢，或者说日常的这种驾驶的话，如果你 T 频踩油门的话，整体来讲加速过程，它的这个换挡动作都是非常平顺而且绵密的，提出好评。但是在减速维度，或者说是这种，比如说低速跟车走走停停的时候，确实也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啊，就是变速箱它的这种表现还是不太利落的。每次换挡降档时候都有一些这种冲击，而且它其实也会一定程度干扰你的刹车节奏。也就是说，当你均匀的踩下刹车踏板之后，但其实这辆车的这种减速的幅度其实它是不连贯、不均匀的，就是受这个变速箱或者跟发动机匹配的这种协调性方面的拖累啊，这点我觉得是不太好的。至于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像滤震和车身姿态，总体来讲就是大震动是比较柔韧的，挺符合这个级别行政级车该有的那种质感。但是小震动有点过敏，就包括你比如说在这种环路封闭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如果对于路面这种小冲击、小波动的话，它几乎没有什么过滤，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个悬架系统压缩的初段是有点过敏的。包括说比如像是你如果过一些弯啊，比如变线什么之类的，车身还是有一些小幅度的这种多余的摆动动作，所以这方面总体来讲，我觉得底盘的话只能给到一个中好评或者中评，就是说极限操控 OK， 大震动 OK， 小震动和一些细节的车身动作处理，我觉得还有点欠佳。再往下转向手感挺好的，就是低速非常的轻盈，然后高速呢也是比较沉稳的中心感建立。
基本上是我所认同的那种最好的转向手感之一了啊。再往下呢，就是隔音静谧性吧。隔音静谧性这点，反正考虑到这个级别行政级的水平来说，这种定位吧，我觉得表现也还行。整体路噪的抑制都不错，风噪也挺好。相对来讲吧，这个轮胎我觉得有点挑力轻啊，在不同的这种路面的粗糙环境当中，可能音色的改变有点大，但是音量本身响度还可以。总体来说，我觉得也算是个比较好的水平。再往下，油耗啊，油耗非常好。对于这样尺寸的行政级轿车来讲，它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取得了城市百公里5.8升和高速百公里6.3升的水平。确实是异常的省油。在这个测试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不开空调、不开暖风，并且跟我们以往一样的这种测试环境啊，就是城市工况，包含城市上通、城市拥堵、城市红绿灯路和强制停驶静息多种工况混合而成，均速27，跑出5.8升。真的挺省的。高速的话是尽量120公里每小时速度去巡航，然后呢，如果要是遇到车流稍稍减速之后再恢复120，总体的动态均速也是超过了113公里每小时。而且明确跟大家咱们讨论一个理念啊，就是对于传统燃油车来讲，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轿车低风阻轿车，你的日常的城市油耗能够做的比你的高速油耗还低的话，那确实说明你别管是发动机本身的效率还是说你的动力组成匹配，也就是对于效率的这种利用性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照着以往的趋势，混动车不说啊，就哪怕传统燃油车，一般来讲都是轿车的话是市区是比较费油，高速比较省，因为它风阻比较低，而 SUV 可能在当今倒挂。而如果说一个轿车它在市区走走停停，对吧？不断变速、变载、变工况情况之下，也能够比高速更省油的话，那么确实就说明在城市低负载工况之下，它发动机的效率和效率利用率都是特别令人称赞的。这一点我觉得啊，可以提出好评。动态说完了，说说静态吧。静态呢，还是传统以往的这种德系豪华的这种风格吧。反正进到车内以后啊，各种的别管说是屏幕啊、氛围灯啊，包括说各种这种用料质感，还都是比较在线的。即便当今我觉得这是一个国产崛起，而且说是汽车的这种价格不断被摊低摊薄的情况之下，反正我觉得5系的内饰整体这种档次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了，这个 iDrive 系统确实是我此生用过的最难用的车机界面，没有之一啊！就当前这一代。另外可以说一下驾驶座，它的驾驶座其实相当柔软的，包裹性也不错。但是有2点不太好，主要就出现它的坐垫。第一是它的坐垫，我觉得有点太高了，就是西点的位置，而且同时呢，它有点短，这点其实就有点问题。就是前提是说我已经给它调到最低情况下，还是有点高。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倾角比较高，其实可能说你是适合于腿比较长的这种用户。但腿比较长的话，那么你是这样的人机模型，你为什么又把坐垫做个短呢？对吧？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坐垫短，相对来说你把它做的比较低、比较薄，可能说更好。就是2头起码顾1头。而它这样的话，就是反正至少我1.7米身高，我80的胯高，我这样的腿长，我开这辆车的话，我是觉得无论怎么调，我的腿的驾驶座支撑都不是很舒适。再往后说第二排座椅，我能够感受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你光看这个座椅模型，就是它又加入比如说软垫啊，以及说是一个非常有这种形状感、包裹感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区，对吧？但实际乘坐感受有点适得其反，就是它这个中心区太窄了，导致于说它会把你的肩胛反而支起来，大概是这样推出去。所以这点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说肩膀比较宽的乘客坐在后排，可能就不太舒适。另外一点也是因为说它这个头枕其实是有点上扣的，然后外加这么一个垫儿嘛，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也会对你颈部有一些压力。长时间乘坐，如果你想往后微靠的话，也许可能你会觉得就是颈部或者头部的压力稍微有点大。所以就是后排这个座椅虽然设计看着比较考究，但其实乘坐感受我反而觉得有点画蛇添足。当然，腿部空间是提出明确好评了。除了说是纵向腿部空间以外，再有它作为一个传统燃油轿车，确实在 Z 轴这个方向上，它的地台可以做非常的低，所以说腿部空间确实是极致宽裕的，这点可以给到明确好评。反正至此吧，总体来讲，我觉得全新一代的宝马5系这辆车，它的产品力如果相比上一代5系的话，我觉得总体还是有比较明显进步的。虽然可能目前还是留有就是这个宝马传统燃油车它的一些顽疾没有彻底改变，比如说降档、减速、变速箱顿挫，但是在其他的大部分方面吧，我觉得做的都还可以了。然后智能化层面呢，虽然驾驶辅助还行啊，反正基础的 L2，无论跟车节奏、车道锁定率这一点，
用着都还挺好，挺贴心的。只不过就是 iDrive 系统确实啊，咱不是说它显示效果，其实显示效果还挺炫的，屏幕也挺大，但真的是逻辑过于的混乱。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这辆车它目前性价比吧，至少如果你要是以传统豪华品牌这个标准来去锚定的话，算是它的优惠，其实性价比还行。但确实残酷现实在于什么？一来就是目前传统豪华品牌的这种说品牌溢价在不断的降低，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额外再说一点，就是关于它的设计。我呢，其实也跟很多人讨论过，就是至今仍然想买传统豪华品牌燃油车、行政级轿车这些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反映不太能接受这一代5系它的设计，尤其是车尾设计。他们可能觉得车尾的设计有点也许过于超前、过于运动、过于流线、过于有张力。这往好听了说，往难听了说，就是确实可能有点脱离宝马一贯的那种比较庄重典雅的那种风格了。他们都有点接受不了，就觉得太跳了。用他们的原话来讲，所以就是设计反而可能也是造成当前这一代5系不太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还记得大约是1年前，当时我测评了一下全新改款的奔驰的 E 级，对那款车我还是给到了一个总体好评的。我认为说，作为燃油车的话，那辆车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如果优惠幅度比较大的话，是可以推荐购买的。包括这个新5系也是，我觉得啊，咱们还是，如果你要是不太在意什么这个车尾的设计，或者你能接受，觉得挺好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如果这辆车的话，它的优惠幅度能够更大的话，推荐你去试一下，很可能它当前的产品力还能够给你带来惊喜的，也许也说不定。